大家好，我是林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火锅中文汉字文化系列课堂。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这5个字，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五行文化。五是指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5种物质，它们最初表示的是5种元素。在中国古代，古人认为它们是5种能量运行的状态。凡是能量从内向外散发等性质的事物，都具有木的特性。例如，人的肝脏属木，肝主疏泄，有促进血液运行、促进脾胃消化和调畅情志的作用，在功能上与木的特性相符合。而事物的能量处于向上运行的状态时，我们可以说它具有火的特性。例如，人的心脏属火，因为心脏通过跳动产生大量热量，维持人体正常体温，与火的温暖、热烈特性相呼应。土的能量运行是稳定和保守的。例如，人的脾胃属土，脾胃具有运化水谷、运化水湿的功能，与土具有生化、承载和受纳等特性相似。金代表的能量运行是向内的、收缩的，例如，人的肺属金，肺的形态结构虚如蜂巢，质地疏松含气，颜色为白色，与金的质地和颜色有一定相似性。水代表能量运行向下，例如，人的肾属水，肾的主要功能是藏精、主水和主纳气，与水的流动、滋养和藏纳特性相契合。形表示物质运动变化。大家来看这张图，这张图是五行相生相克图。相生相克体现了一种平衡的哲学辩证关系。生是指一个元素对另一个元素具有促进生成的作用，克是指一个元素对另一个元素具有制约或克制的作用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关系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五行文化中的相生关系。木生火，木材通过摩擦或加热可以产生火焰。火生土，火焰燃烧物质后形成灰烬，灰烬就是土。土生金，土石中蕴藏的矿物质可以提炼出金属。金生水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气温低时，放在户外的金属上会凝结成水珠。水生木，水能够滋养植物，使树木生长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而木又可以生火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促进能量的运行和万物的发展。其次，我们再来看看五行文化中的相克关系。水克火，就是水能够把火扑灭；火克金，就是高温的火焰可以融化金属；金克木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斧头可以用来砍伐树木；木克土，就是树木的根系
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，导致土壤贫瘠或固化土地。土克水，就是土壤能够阻挡或吸收水分，防止水流泛滥，进而以土制约水。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而水又克火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制衡能量的运行与事物的发展。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相生相克，以此达成事物相对平衡的状态。这也就是五行文化的核心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期待和大家再次相见。